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，还是卓少主啊？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还是阿江好一点吧。啊，阿江挺好。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？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？快说。3年前，我爹被金水帮暗算，我从京城回到河阳，接掌银雨楼。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。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，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。丧父之痛，无人可受，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。直到那次受伤，我遇见了你。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但是你，只有你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，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，一直用石头砸我。本来呢，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，日子嘛，总是喜乐少，辛苦多。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？可是有时候吧，还是堵得慌。都一样。我曾经以为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应该锄强扶弱，纵横江湖。可是睁眼一看，除了阴谋算计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。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玩啊！你说，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，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身边的人，除了怕我，就是算计我，还要杀我？去他的李老板、王掌柜，去他的银雨楼、金水帮！把我的爹娘还给我！把我的人生还给我！遇见你以后，我才重新开始笑。杨采薇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？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，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？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？不是啊，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，只是因为那件事情它牵连重大，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。要不是找不到师傅，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。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，为你再死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，盼我点好行吧？也盼你自己点好啊。知道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大人，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，就是此店的少东家。案发以后，我多次访查，绝无遗漏。是潘大人吗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潘大人吗？还真是潘大人，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？听说啊，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，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，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！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，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，我们店就出名了。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。放心，来了我的地盘，找个人还不容易。
银雨街堂主赵钱，携手下弟兄，恭迎少主大驾，恭迎少主夫人大驾。不是我，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，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？啊，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？别急，我来处理。招堂主是吗？哎，是，少主有何吩咐？我问你2个问题。哎，少主问便是。第一，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，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爱戴在心，敬而远之。这第二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，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，请问我去哪里找？少主放心，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带您过去。回少主，银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，我亲自派人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赵堂主，属下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赵香主了。少主，属下不知做错何事，请少主明示。还不赶紧松绑！是，赶紧放人。事已至此，解释清楚吧。那个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什么恶意，我们就是想找个人。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？我就是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，我就留下谁。大人请问，你们以前的少东家叫田华对吧？他有什么仇家？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？田少爷人可好了，哪来的什么仇家呀？对啊，他和气生财，从不跟别人结怨。可惜这么好一个人，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。唉，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？就你了。哦，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。点什么头啊？还有你。什么？躺下。这位是卓少主，这位是上官小姐，他们问你问题，好好回答。姐姐，她要吃了我。你别怕，他逗你玩呢啊！这是蜜饯，送给你吃。那个三姑娘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，你父亲强叔之死，没有恶意，你莫要见怪。原来银雨楼大张旗鼓的关我们半日，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。有什么尽快问，再迟，我的冰饮要化成水了。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？5年前的灯会，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说，有没有可能的仇家？我们冬日取冰、存冰，夏日出来卖冰饮，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强叔呢？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，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可没成想，还是出了事儿。
只留下一辆兵车和我们姐妹俩。想问一下，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没有尸体。为什么？我爹下葬后没几天，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，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。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，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。我们越来越害怕了，我教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。于是，县令便派人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，扔进河中，献祭恶教。大人，力度可好？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小翠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？没有啊，大人何出此言？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？他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。我说的对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。大人，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，当初是他收容我，让我有了安身之所。故而一想起他，便悲从中来。可他平日为人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，脾气很急，对人动辄打骂，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。可他是少东家，大家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他一死，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，又怕调查牵连太广，引火烧身，所以才串通了撒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？去案发现场。啊？哦，好嘞。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？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事8成是有人捣鬼。我们这样查下去收效甚微，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知情。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，反而打草惊蛇。10多年？我爹娘的死，可能跟他们也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走吧，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，今日我请你。我还要回去复命呢。误不了事的，走了。切。谁？小生，放开我！上官小姐，救我！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，还忘恩负义，说杨采薇认识我，属于交友不慎。上官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处置他？他吓唬你呢。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。哎，小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这个小混混去鬼市逼问我跟你的关系，我担心你有麻烦，一直想要告诉你，但是没有机会啊。没想到他是银玉楼的少主，我怕你出事儿，所以跟过来看看。辛苦啦。哎，阿江刚刚说请客喝酒来着，你一起来吗？
瞪什么瞪啊？我姐姐让我去的。走啊，姐姐，走。大人，这里就是第一起命案发生的地点，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，还有这儿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，死者为什么会自尽到这种地方？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，若不是恶交闹妖，实在无法解释啊！快看，河里啊！你去救人，我去追那怪物。好。怪不得人家都说银雨楼的少主昨夜就开始引人血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你一定要小心他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。什么道听途说？我10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，每天赚那点钱，我还要给他们银雨楼交月捐。哎，有一次就差了几个铜板。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，东西全都给砸了。你说他作为少主，他不知道这事儿？我才不信，鬼信啊！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，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，我一定我去。你就如何？怎么，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？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。我要教你做人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哇！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。喝酒吧。大人，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少一个人？哦，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大人，那要不我们去找找？不必了，你们是县衙的胥吏，不是上官府的家丁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？怎么又这样啊？老弟，不知道了吧？这叫避嫌。但毕竟卓少主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，说不定啊，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，被接到银雨楼做少夫人去了。哦。关于尸体的记载呢？上官，对不起，公子，到了银玉楼地界，楚兰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。本来我还远远看着，
但是入夜之后，上官小姐到了河边，便跟丢了。什么？方才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，所以就赶紧回来禀报公子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人，这是今晚在河边发现的。是鲛神所为，鲛神。刘不坏，在，召集其他人，马上把上官芷给我找回来。你去银雨街附近，阿泽去河边，我去银雨楼，分头行动。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是。我慢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列队欢迎我啊？潘大人，这么劳师动众，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他拐走不成？少主，你先回去吧，也不早了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你们先回去。是。哎呀，走吧，别看了，走。你喝酒了？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也没耽误茶。你看，这个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，你看看。小姐，看看啊，小姐啊，有卓少主做靠山，你在河阳自是畅通无阻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吃火药了？小姐，我听阿泽说啊，刚刚大人知道你跟卓少主一起出去之后，担心你有危险，派他暗中保护你，但阿泽没找到小姐，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蛟，还咬死了人，大人急坏了，集结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，还准备亲自去银雨楼要人。当真啊？行动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公子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刚长好的伤口又裂开，明日啊，我再给你多备些药。这个上官芷，只要碰上他就没好事。那也不能全怪上官小姐啊，她也是为了查案。你之前不是一直不喜欢他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帮他说话了？对呀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好像就对他讨厌不起来了，甚至还越看越顺眼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一个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有如此的改变吗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河里又出现恶蛟了。当然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那恶蛟张着血盆大口咬人，牙齿一根有这么长，又尖又利，还真是吓人呐。听说还死了一个人呢。这今年灯会还没办，那个玩意儿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县衙要重查灯会案，必定是此举惹恼了恶蛟，出来显神通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赶紧的吧。你看，这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。该不会是那个时候，大人你是不是后背的旧伤又犯了？不老费心。大人你要写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来代笔。不用了。
上官芷，你文书代笔，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死者家人与报关者所述一致。然后呢？现场附近均无打斗、拖拽等痕迹，死者据为自行前往孤僻处，疑似熟人作案。县衙上下询问调查了死者的生前关系，尤其是仇人以及利益相关之人。但归总发现，所调查之人均无作案时间，亦无杀人条件。也暂无明显共通之处。自打来了县衙，又多多少少给大人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要谢谢大人。不必，反正我也是为了向上官兰交代嘛。我知道，我代哥哥向你道谢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，河边又出事了？啊，不是，你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。跪请潘大人，莫要再查登辉案，触犯交神，天人共怨。潘大人，求你了！潘大人，不要再查了！潘大人。启禀大人，昨夜那具尸体已经查验完毕。如何？伤口和灯会案上的尸体毫无二致，定是恶蛟所为。毫无二致？可我分明记得死者伤口血肉模糊，而灯会案的死者没有一丝血痕。这小的推断，会不会是交神爷爷之前没人看着就把血吸干了，但这次有人看见，行了，就不用再推理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潘大人，没法生活了呀，潘大人！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安心呀。陈三已经被吓破了胆，他的验尸结果不可信，我们还是照着卷宗一一比对吧。伤口位置跟卷宗所述一致，但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又不难看出区别。卷宗上记载的是伤口平整，而这一具血肉模糊，并且它伤口附近是肉色，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。这具尸体是伪造的，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，不让县衙查下去。昨日我追那恶蛟，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，浑水摸鱼。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很是熟悉吗？跟在生死方，趁机杀死蔡生小妾是一个路数。不错，看来有人按捺不住了。我们在追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盯着我们。大人，陈三，旁人则罢了，你还是个仵作，不去查验尸体，寻找凶手线索，反到县衙里装神弄鬼。大人，不是小人不查，但这凶手是交神大人，你让小人怎么查？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么做没有半点私心，我都是为了大人和同僚们，不受天谴诅咒，是不是各位？是啊。大人，陈仵作说的没错啊，这人心不可背，天意不可违。大人，
这恶交案啊，是万万不能再查了，不能再查了，大人。大人，你们说的不无道理。我也在想，若是一意孤行的这么查下去，恐不是良策。唉，大人何故叹息？这话虽如此，可我已对河阳百姓做出了承诺，如今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自打耳光吗？所以这到底是查还是不查，我心中甚是纠结。不如这样，既然你们都说是天意，那查或不查，我们就让天意来做主。啊！上官芷，去我房里把那100枚铜钱拿来。是，大人。全是字，真的，你看那个，都是字，真的都是字，这全是字，怎么可能？天意如此，潘越明了。所有人听着，若是谁以后胆敢再提恶交扰乱军心，罚俸1月，杖30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上官芷，将这100枚铜钱定在原地，真凶落网，我再来祝祷还愿。大婶儿，今天天这么闷热，来碗冰饮吧。哎呀，这里离河边那么近，我哪有心思吃这个呀？我要不是家里断了米，我才不来这里呢。呀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你看，冰都快坏了。听说这里的冰饮很好吃，是不是真的？虽然前一日发现了与灯会案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，但无论从作案手法、时机，还有伤口上来说，都有明显的区别。应该是有人故意要干扰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灯会案上。经过这几日的查问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不妨说说。刘捕快，你先说。是。县衙上下重新排查了死者生前的仇人和过往恩怨，我们认真的、仔细的调查，发现有犯罪嫌疑之人都没有作案时间，有作案时间的都没有作案的条件，即使有动机杀1个人，也没有动机杀那么多人。从犯罪动机上来看，我推测，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疯子。刘捕快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我都替大人不忿，嫌你能耐啊！刘捕快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严谨来说，凶手可能是神智正常但内心扭曲的人，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或者某种执念而随机杀人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共性。共性？那大人有什么共性啊？哦，想得明白了，共性就都是河阳人，河阳开山捕鱼遭到天谴，所以，如果说凶手有执念，那他选择在灯会作案，说明灯会对他有特殊的意义。
如果对他有意义的，不是灯会本身呢？去把去年夏至发生的所有案件都找出来。对呀，如果夏至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的话，那灯会取消了，还是会有很多案子没有被爆出来。然后咱们找到共同点，僻静的小河边，受伤的天突穴，那就可以找到漏网之鱼了。老夫这就去。哎，三儿，我怎么觉得上官小姐比我们几个还适合干这行啊？行了，一个女流之辈，她懂什么呀？无非就是擅长揣摩他人的心意罢了。灵儿，大人说要赶工，让后厨做好饭菜，直接送到2堂，然后再多加几个菜。但是今天吃饭的人多，可能稍微开饭晚一点。反正我没事，我帮你打下手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会做这些吗？别给我帮倒忙啊！放心，以前我娘啊做饭的时候，我经常给她打下手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没有啊。开饭了！哎，我终于开饭了，饿死我了！快！灵儿姑娘做的菜呀，我能吃3碗米饭呢。灵儿姑娘这菜烧的真好。大人，你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不吃怎么行？不吃伤怎么好？难不成我还一直照顾你啊？我好不好跟伤有……快吃，吃。过来，有没有发现？还有这个，你家公子和我家小姐之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有吗？你天天的，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家公子啊？我挺关心的呀。找到的杀人案一共9桩，但是对死状都没有具体的描写，所以也不知谁是漏网之鱼。大人，这些案子我知道，之前那位县令说，好不容易不开灯会了，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，所以都是草草记录，压根儿没仔细看。如果要一桩一桩调查清楚，最起码也得好几个月了。大人，卓少主来了。